好，谢谢主持人哈。那昭勇兄，好，在座各位与谈人，好，还有媒体，还有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好。真的很荣幸哈，能够代表内政部哈，能够接到天下杂志在今天这一场 SDGs 国际论坛的邀请。我想我刚刚才跟叶共同局长讲说，没有邀请国发会，邀请内政部，我们觉得很骄傲。可能也代表我们可能内政部做得不错，有蛮多事务需要跟大家可以跟大家来共同来分享哈。当然永续发展和 SDG 相关的议题，确实是这些年来各国不得不重视，也一定要努力往前走的课题。当然又特别在气候变迁的这个话题底下，太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来做。当然，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议题，我们在思考永续发展它核心到底在干嘛？那我们大概其实刚刚从萧副总统当选人的支持也可以掌握到，我们面对的是过去所累积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好和不好。不管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可是台湾可能很多问题也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展望一个未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这里面的路径的选取、价值的选取，还有目标的设定，永续发展大概就在连结这个部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那它的终极，我自己的很简单的归纳是一个，我们要来减少我们面对未来的风险。那减少面对未来风险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未来的幸福比较容易被确保。当然，在这样的议题底下，不管是永续，不管是气候变迁，当然跟我们的国土的管理、国土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待会我们国土管理署吴署长也会有更完整的一个报告。当然，国土计划这些年来，国土计划法，2015年底通过3读，到现在一路的向前推进。国土计划法或它的系统其实是一个很理性、很理想的一个架构。它希望透过计划来引导开发国土利用，甚至产业和资源的配置，然后在整个管理的体系能够更进步、更有效率。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构想底下，我们也希望对于过去被破坏的国土的富裕，能够有一些努力和推动。当然，这如同我刚刚讲，其实我们面对的是过去累积的各种问题，面对的各式各样人的期待和要求。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成熟度、我们的中央、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各行各业，在这里面，其实对自己在永续发展的角色或认知上面，其实还有非常多需要沟通协调，甚至找出好的路径、好的论述，那才能够逐步的建立共识。这就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然，国土计划这样的概念，本质上大家都以为是空间的概念，实质上国土计划的内涵落实到地球表面的时候，部门计划更为重要。所以说，电和水，这是我们在从气候变迁或国土发展、产业发展底下很核心的问题。电的问题，当然绿电是我们这些年来非常积极在推动这个部分。我想台电、经济部甚至农业部参与的角色很深。当然，内政部也在这个空间上面的协调配置，也给予很多的资源。但是当然，电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同面向的在讨论当中。但是这个方向我们非走不可。同样的道理，水，我们怎么样把地下水、雨水的收集进行再生水的创造？水资源绝对是产业发展和民生很核心的一个变数。这一个资源的规模能不能提供我们国家永续的发展，它很重要。当然，所以说水和电，其实在我们国土规划里面，或者是部门计划里面，它的角色我们当然要非常的重视。同样的，我们从
水电这样的资源，我们落到空间的概念是城和乡。城里面我们的都市的，例如说都市更新和围绕重建，我们看到这几年虽然都市更新蓬勃发展，但是当这个工作往下做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那它下一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我们会看到台湾有很多海沙屋、高楼层的危险集合住宅，例如说我们在几次的大地震看到塌下去的那些房子，我们是不是该把那些潜在的危险的集合住宅找出来，赶快想办法让它可以被更新、被拆掉？那这个就是避免未来的风险，让大家未来更幸福该做的事。这件事情其实它的难度很高，但是它也一样非做不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乡村，刚刚其实萧副总统当选也提到城乡的均衡，我们的乡村地区的整体规划，是我们很多人梦中的期待。我们好希望我们的乡村跟英国的乡村一样美好，但是乡村怎么样从现在走到那个美好？那个乡村地区整体规划的机制配套，好多问题要克服。我想吴新秋署长他其实在国土署在这方面的推动，其实也有很多的想象。所以这些事情的处理，我们刚刚看到回到地球表面后，我都觉得我跟吴署长是趴在地球表面，在直接感受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怎么样跟土地对话和共同来解决这些部分。当然还有很多，例如说行人地狱的问题，这是我们生活安全很重要的一块。昨天我们在立法院跟吴署长一起把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出了内政委员会，那至少后续我们开始会对地方政府对于这些空间的改造，其实有更多的苛责和方向和资源的投入。那这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更能够永续发展，让城乡也更能够往前走。当然无论如何，这些东西的整理背后要引导更美好的一个概念是绿色生活。我们讲怎么样让大家这个绿色生活包含了我们自己怎么样过日子，我们的家，我们自己的 business， 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同仁，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样建立这样的价值观和共识？我想一步一步有非常多值得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迈进的地方。当然，今天真的有非常多的议题，待会都会有陆续来讨论。说真的，台湾需要更多这方面的讨论和共识，也需要更多媒体在这方面对于我们面对困境的宣传跟卡住我们的问题的一起的坚持和努力。因为这一些事情的突破和改善，没有坚持是不会到那个彼岸的。OK， 所以趴在地球表面，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站在地球表面。像无论如何，今天的活动我真的也感恩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投入这方面的论述和共识的建立。当然也谢谢天下杂志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我想政府和媒体其实扮演的责任和角色很重。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最后祝福今天的会议一切顺利圆满。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内政部花敬群次长，也谢谢内政部以及国土署呢，一直在这个地球表面的第一线解决各式迫切的问题，让我们持续的朝永续以及绿色的生活迈进。